这是4毛钱的大麦芽，这是4毛钱的小麦。如何在家做成一杯价值10块以上的精酿啤酒呢？第一步，研磨。研磨的关键是麦芽做到芯碎皮不碎，这样才能确保糖化充分。家里没有专门研磨机的朋友，可以用擀面杖，虽然费点劲，但千万不要用破壁机，因为皮儿也磨碎的话，糖化就会出问题。第二步，糖化。将麦芽粉加入75度的热水，专业酒厂一般会有专门的糖化锅，工作基本原理是保持66到68度，恒温1个小时。我发现家里的烤箱有恒温功能，于是这一步也可以轻松实现。1个小时后，过滤出麦汁儿，再加入75度热水冲洗出残留的麦芽糖即可。第三步，熬煮。过滤出来的麦芽汁需要熬煮90分钟，只需要按照时间投放啤酒花即可。这一步的关键是小火，否则酒就会变少了。第四步，冷却。专业玩家会提前下盘管，熬煮完成后，盘管里通冷水即可快速降温。不过我们家庭的方式也可以在冷水里加冰，做成外围冷却源。这一步的宗旨是快速降温，因为麦汁温度过高就会面临着氧化、感染杂菌等一系列风险。第五步，沉淀。冷却至15度以下，麦汁相对稳定，搅拌一下后静置15分钟，再吸出上面的麦芽青汁，准备发酵。第六步，投放酵母。按量投放酵母后，搅拌均匀，安装单向排气阀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。第七步，发酵。18度的环境，我发酵了7天。发酵的关键是温度，温度过高，酒的香气不够；温度过低，酵母休眠也不行。不冒泡的时候，代表发酵基本结束。这时候的啤酒是没有气泡的，我简单过滤出来一些，倒入啤酒打酒桶。没有打酒桶的不要着急，且听我先分析完口感再来解决。安装好后，冲入2氧化碳，就得到了我们常说的精酿生啤。优点是啤酒花香气突出，麦芽也新鲜，口感纯正。缺点是保质期太短，所以多数只能在线下酒吧购买。由于新鲜和无法大批量工业生产，所以8毛钱的麦芽一般得销售15左右。为了延长保质期，就出现了第2种类型，熟啤。把带气的啤酒装瓶封盖，然后进行60度半小时的巴氏杀菌，保质期就可以达到1年。因为经过60度的杀菌，所以这种啤酒一般叫熟啤，可以工业化生产，价格也比生啤便宜了很多，售价大概5到10块吧。放凉后品尝一下，看来我打气后装瓶的方式是不行的，基本没有保留住2氧化碳。不过没事儿，再给它冲一次2氧化碳就行。酒花香气掉了很多，鲜爽度也掉了很多，后口多了一点苦。好喝度大概维系在精酿生啤的60%左右吧，但比工业啤酒依然要醇厚，好喝很多。而我们家酿或小批量制作里最流行的是第3种类型，瓶内2发。把没有气泡的酒倒入酒瓶，由于没有巴氏杀菌，所以酵母还活着。每瓶加入2颗糖后封盖，接下来酒液里残留的酵母会跟新加入的糖进行再次发酵，从而产生天然的2氧化碳。放置14天后开封品尝，麦香掉了一点，酒花香气反而更加明显，整体口感比第1次生啤醇厚了一些，而且少了一些酵母味儿。我个人喜欢这种方式，但残糖和室温等不可控因素导致存在爆瓶的风险，所以售卖这种方式的很少。这种方式的保质期有说1个月，也有说半年的，具体我只能试验，最后这瓶保存下来，半年后再来开启。